我是 Kiana 卡斯兰娜，一名普通的女武神。我也是 K423，一个由奥托创造的实验体。我还可以算作西灵，它的延伸。当然，比起那些，我更是齐格飞的女儿，德丽莎的侄女，幽兰戴尔的妹妹，妻子的学生，雅伊、布罗尼亚、福华等人的朋友，以及凯文的后人。这是在问原因吗？还是说愿望？很早很早之前，我的愿望是想找到老爸。进入圣弗雷亚后，我的愿望是想成为最强的 S 级女武神。离开校园的某段时间里，我的愿望是想时光倒流。现在，我的愿望是想让这个不完美的故事离完美更近一点。就像从前人们为了获取熟食，抵御猛兽，学会了造火那样，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为了让我们的愿望成真，我才会来到你的面前。但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拉长，无论是火还是中烟之力，它们终将成为人们生活中最普通的一环，随处可见。而人类的生活也会因此向未来更进一步。所以我为此而来，为了成为一道劈向大树的闪电。而人类究竟能用枯树上的火种创造些什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想不到你的为什么居然有2种问法。老实说，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行动着的人类都不会过多的思考，因为答案从来就在他们触手可及、抬眼即见的地方。因为是这个世界养育了我，因为在我之前，也曾有人为了让世界更美好，为了让帮助过他的人更幸福而不断前行。是他们教会了我坚强和执着，是他们给予了我前行的勇气，是他们告诉了我什么是爱，也是他们陪伴我走到了今天。尽管很多时候我们素不相识，未曾谋面，但谁又能说自己从来没有受到过他们的帮助？所以，哪怕今天站在你面前的不是我，也一定会有另一个人出现，为他们而来。而另一个他，也一定会和此刻的我展现出完全相同的意志。世界赋予了我们生命，但只有将它燃烧，我们才能得到自己的价值。这还用说吗？果然，你只是一面镜子，或者说，你就是我。面对最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承接中烟的资格。看来我们终于和凯文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尽管他的方式近乎盗取，但简依然认可了他，同时期待看到我们之中的胜者。既然这样，那我们不赢得漂亮一点，可不好办啊。当然，毕竟我们和凯文一样，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比起普通人，我们多向前走了一步，也因此来到了聚光灯前。我们的确成为了律者，但我们也仍然属于人类。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人类的意志贯彻始终，与守门人进行最后的交锋。人类是寻求真理的物种，每个人都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成长。是的，我们会犯下错误，我们会步入歧途，但人类的意志也正在这里显现。犯了错误，改正便好；步入歧途，回头便好。过去的罪业虽然无法改变，可只要拥有当下，我们就还能打造明天。始源是一种结束，终焉也是一种开始。纵使真理也无法永恒，因而追寻真理才是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并不是我们3人与凯文之间的博弈，这是全人类对命运发起的抗争。承自往昔，跨越现在，直至未来。在我所阅览过的梦境中，曾有这样的一幕发生。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想成为作家的男孩与想成为主角的女孩在公园的草地上玩起了编故事的游戏。男孩想了很久，好不容易把故事的开头写出来，却不知道要怎么让主角自然地进行下一步。于是他问道：如果你现在被困在了一处漆黑的山洞，你要怎么出去呢？女孩回答：我要大声呼救，让山洞外面的人进来找我。男孩接着问：如果当时是夜晚，山洞外面没有人怎么办？女孩愣了一下，随即说：那我会做一个火把，自己走出去。这样的过程太过顺利，男孩喃喃自语。于是他按照自己曾经读过的故事，为女孩设下了新的障碍。要是山洞口刚好躺着一只巨龙呢？他说，那我就会趁他进入梦乡时，用火烧他的屁股。女孩挥舞着手上的树枝，神采奕奕。只要他吓一跳，让开了路，我就可以回家啦。男孩很是惊讶地说，我以为你打算……女孩认真地回答，我才不会那样呢。我被困在这个山洞里，也不一定就是那个巨龙的原因吧。而且，说不定这个山洞其实就是他的家呀。男孩若有所思，而他们的游戏到这里便告一段落了。这是个有趣的游戏，对吧？不过，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嘛。也因此，我格外好奇一件事：当故事进行到最后，身为主角的女孩手执火把面对巨龙时，你希望她怎么做？又想见证何种结局呢？